高达 Seed 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二五仔？军纪何在？经常有人好奇啊，高达 Seed 作为一部以军事题材为背景的科幻作品，为什么剧中的人物经常出现各种不服从命令，甚至是叛变的行为呢？他们的世界难道就没有军纪的存在吗？这个问题啊，说简单了，可以拿一句“因为它是偶像剧”来草草结案；说复杂了，也确实带着一些新老高达作品关于战争刻画手法的改变有关。今天啊，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。先说说跳反次数最多的狼哥吧。其实狼哥一出场，跟鸡哥这含情脉脉的对视，估计大家就能猜出来了。他俩中的一个必反，只不过最后其实相当于是两个人都跑了。作为高达全系列中最迷茫的男配，阿斯兰其实算得上是挺目的明确的。他参军的起因就是母亲死于地球联合军无耻的核弹偷袭之中，因此刚上来打地球联合的时候还是嘎嘎没力气的，来不来就变暴力虫，拿海妖炮突对面，唯独面对发小吉拉时会手软。完了，小哥俩各自献祭了自己的克林，纷纷开启了真飞鸟状态，干了个爽。也就被小鸟上身的这么一小段时间，阿斯兰确实没有犹豫了，认认真真的把吉拉往死里边打。可是小鸟之神刚一离开身体，激情的小脑瓜又占领高地了。在卡加利的一顿揪衣服薅领子之下，他又开始迷茫了。千辛万苦干掉对面的 Ace， 到头来啊，给予他肯定的只有伊扎克，真是世风日下呀。到此为止，阿斯兰的思路啊都是清晰的，替母亲和同胞们报仇，但是呢又不太忍心杀基友。可等拉克斯也掺和进来以后啊，就彻底乱了。他连自己为啥要打自然人这一点都不敢肯定了。为了要报仇，报仇有用吗？为了要赢得种族冲突，打到什么样才能算赢？就在他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战场上又遇到吉拉了。经历过生离死别之后，阿斯兰也算是看清了，杀来杀去没意义，不如跟着吉拉拉克斯混，阻止战争的蔓延才是正道。当然了，这里也要感谢他老父亲临门一脚，把他彻彻底底踹到奥布阵营去了。其实第一季的阿斯兰还算是比较好理解的，无非就是描写一个士兵在国仇家恨、好友和战争大义之间该如何做选择。而之所以他敢跳反，其实也跟扎夫特的制度有关。作为一个在建立之初被视为民兵性质的组织，扎夫特初期主打的就是一个管理扁平化。出于对调整者们优秀基因的信任，高层不会对士兵进行过多的强行管制，而是让士兵自己来做出判断，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每一个优秀士兵的主观能动性。只不过到了后期，随着战争不断的升级，再加上像阿斯兰这样的叛逃者出现，扎夫特的军纪才变得逐渐完善。不过扁平化的部队文化还是留了下来。这种部队形态对于咱们这些自然人来说啊，其实挺抽象的，因为在传统观念中，军队就应该实行严格的上下级管制，无条件的执行上级指令的士兵那就是好士兵。可人家毕竟是调整者，人均小爱因斯坦的，个别人除外啊。所以说制度啊都是因人而定的。同样的制度放自然人这边可能直接就乱套了，可是在调整者那边却能在小修小补的情况下运行好几年，就是这么神奇。所以阿斯兰就算贵为 Plant 大太子，估计在调整者眼里啊，也就是你走就走吧，你不当太子，有的是人来当太子。另一方面，日本作为二战中身为侵略者的一方，他们的影视作品中啊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思考：普通人在参军以后，是不是也要去想一想自己参加的是怎样的战争，是否真的该对上级的指令言听计从等等，而不是用一句我只是服从命令罢了来为自己解脱。这也算是非常符合国情的一种思维方式了。而 C 的第二季的剧情就比较抽象了，阿斯兰相当于是从奥布跳回了扎夫特，还当了特权兵，一顿划水以后又跳回奥布了。这已经不能用什么士兵的主观能动性来形容了，一仗其实就差直接张口骂街了。由于这个呀，只有用其实阿斯兰只跟吉拉混这种理由来说通了，所以也没必要分析了。另外呢，还要稍微提两个人，那就是飞鸟和美玲。俩人其实抗令跳反的理由啊，都是一个，为了私情。小鸟其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他就是赌自己就算违反军纪，身为扎夫特当红 Ace 的他，一仗也不会拿他怎么样。而美玲则是更加清楚自己的处境，只要当时脑热帮了阿斯兰第一步，就必须跟阿斯兰跑，不然留在扎夫特迟早得被查出来。也就是说，飞鸟是明知有军纪，但更知道自己有比军纪更好用的靠山。美玲呢，则是知道自己犯军纪了，所以干脆不回来了，懂了吧，兄弟们？战争不是打打杀杀，全是人情世故。最后啊，还要提一嘴伊扎克和迪亚哥。迪亚哥第一季其实跟阿斯兰差不多啊，属于是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跳槽。而伊扎克虽然一直被说是战队王，但事实上啊，他才是最忠于 Plant 那批军人。在第一季经历战场的洗礼以后，他也从愣头青大头兵变成不会滥杀无辜的有思想政治觉悟的带头兵。他在最后掩护的卡加利他们也是参与到保卫 Plant 的部队。所谓敌人就是朋友，战场上只要你对我方有好处，少数敌其实没毛病。第二季更是能用一句话为自己的战队行为交上满分的答卷。
不管你是迪兰达尔还是拉克斯，谁对 Plant 好就跟谁混。以扎克的立场啊，就是这么简单且坚定。所以他只因为杀过平民而上过军事法庭，却从未因站队而被治罪。那么综合看下来啊，想法过多导致战力下降，甚至临阵叛逃的，或者是目无军纪，甚至直接跳反的，我觉得呀，都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好士兵。只有像以扎克这样，在始终忠于自己祖国的前提下，还会思考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参加战斗的，才是最理想的士兵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高达 C 的为啥后半段才有核能机？科技就这么落后吗？高达 C 的中的机体又是高出力光束步枪，又是等离子炮，又是海蚀渗漏系统的，看起来极其高端，可定眼一看，基本啊全是电池机。到了战争后期啊，才用上了核能机。看看隔壁，连杂兵都早早用上了核能的 UC 系，这 C 的宇宙后边统称 CE 宇宙啊的科技是不是歪的有点厉害？是他们对核能的研究太落伍了吗？事实上正好相反，CE 宇宙中核能的研究都已经到了我反弹了你的反弹的地步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。其实 CE 宇宙的基础核能研究与现实世界并无太大区别，还是利用核裂变来产生能源，而且也早已广泛运用于各种军事以及民间设施了。时间来到 CE 70年2月14号，联邦为了给敢于反抗自己的 Plant 一点 color to CC， 动用了核武器攻击了 Plant 农业殖民卫星尤尼乌斯7号，造成了24万余民众的死亡，也就是 CE 宇宙中著名的血色情人节。为了向地球联合展开报复行动， Plant 军事组织扎夫特紧急开发出能够抑制核能的特殊装置中子干扰器，并于 CE 70年2月22日的报复行动中首次小范围投入实战，证明了中子干扰器的实用性。从研发到测试再到实战，只用了8天，真的不得不感叹啊，不愧是调整者云集的 Plant 呀！这科研速度那真是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呀，也足见当爱因斯坦、特斯拉这样的天才能够得到量产，且少了鼠目寸光的资本家以后，科技发展速度啊得有多快？中子干扰器的大致运作原理，官方设定集里面描述的比较模糊，学过物理的朋友们都知道，核裂变是当铀235这样的大质量原子吸收了中子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分裂反应，而中子干扰器呢，则是能阻止中子的运动，让其不被铀235这样的原子吸收，进而阻止核裂变的形成。至于是怎么阻碍到中子的，那制作组就是请再牛的科学顾问估计也编不下去了，咱们就点到为止吧。中子干扰器在阻止中子的同时，还会引发广泛的电波障碍，包括雷达波、无线电通信等设备都不能使用了。战场上只能使用激光通信和有线通信，说白了呀，就是跟米氏粒子差不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扎夫特研发的 MS 以更高的抗击打能力与泛用性，在视距内战斗中形成对联邦的碾压态势，赢得了复仇之战。随后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内， Plant 便完成了对中子干扰器的量产，以相当庞大的数量将其播撒在地球和殖民卫星周围，导致人类圈内所有的核能设施全部停摆。静默了联合的核武器的同时，还使民用核电站也无法运行，给地球圈的民生啊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破坏。这么看来啊，这玩意儿对地球居民的影响说不定比吉翁扔的卫星还狠。而 Plant 这边由于是以太阳能为主的，因此啊并未受到太多牵连。这里呢其实有很多说头，首先是中子干扰器这玩意儿范围呢其实特别大，像地球这种星球基本上插几个就足够用了，而 Plant 呢则是一股脑的把地球插成了筛子，这玩意儿还会直接遁地，钻得有多深呢？有些设定指出它是靠地热来实现半永久运作的，联合就是发现了，想把它破坏都很难，数量又那么多，可以说是束手无策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如果是如此密集的散布，那按理说啊浓度应该是超高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按照设定中说的，无线电通信设备应该都无法使用了，小鸟为啥还会有手机呢？难道说 CE 宇宙人民的手机其实就是手机形状的 MP4， 压根就不能打电话？这一点啊其实跟 UC 宇宙差别还是挺大的。 UC 的米氏粒子只有在战场上才会高密度散布，而在非战区的地方，通信设备啊其实都是照常使用的。CE 宇宙这一波全端了，不但禁核还禁通信，对人类影响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剧中倒是没有啥体现就是了。不过就算有中子干扰器的存在，到了全面战争阶段，扎夫特发现自己还是有点小看联合了。就算当时扎夫特的 MS 对联合的 MA 能有1:5的战损比，但怎奈联合从驾驶员数量到 MA 储备量
就是跟你换得起。更何况他们还憋出了高达这种高性能 MS， 还有小机灵狗吉拉帮他们搞定 OS， 让自然人也能驾驶。等联合完成了 MS 的量产，这战争打下去迟早要被反推啊。于是呢，扎夫特又快马加鞭的完成了反中子干扰器的研究，可以使装置周围小范围空间内无视中子干扰器的影响，让核能继续运作，并依靠核能机的续航达成更强的收割效果。不过呢，反中子干扰器的制造成本很高，而且所需要的材料还都在地球联合手里边。扎夫特这边很难进行大规模量产，只能将其分配给最先进的机体自由、正义以及还未完工的神翼之中。然后先行研发完成的2台核能机就被拉克斯和阿斯兰纷纷带走了。反中子干扰器的资料呢，还被客队送给了自然人。你说这狼爹能不破防吗？换你也得气急败坏的给敌人直接来一发创世纪。哦，对了，创世纪其实也是核武器，也搭载了反中子干扰器。具体原理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。总之仗打到这份上，基本上就变成了两边对扔核武器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客队把反中子干扰器技术给了联合以后，剧本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来了个人类全玩完，反而是双方握手言和了。然后这玩意儿呢就能被用于民间的核电站，让老百姓们也用得上核能了。这么看来客队还真是个大善人嘞。CE71年战争结束以后，双方签署了禁核条约。不过众所周知大多数时候战争期间的条约都跟厕纸差不多的。到了 CE73年，联合二话不说又想直接搞核攻击，只不过这次扎夫特也是有备而来，直接用中子精跳器阻止了联邦的进攻。中子精跳器的原理其实就是让照射范围内的中子加速运动，直接引发核裂变。不过缺点就是影响范围相对固定，且使用一次以后呢，相关组件就会严重受损，可以说是使用成本也是相当高了。以上就是 C 宇宙中核能技术战争了。可以看到C 宇宙不但不缺核能，而且从自由和正义在重置版中透露的出力来看，他们的核炉出力是远超 UC 宇宙一般核炉的。只不过呢，由于中子干扰器的存在，所以呢才没能在一般的机体上面普及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高达剧中的剑桥为啥那么明显？这不是活靶子吗？相信说起高达剧中的战舰被斩首的场面，大家肯定能一下子想起来不少吧？至少五落之剑的名场面，对于大多数中国高达粉丝来说，还是基本都看过的。那么这时很多人都好奇了，为啥战舰要把剑桥放在那么突出的位置呢？尤其是高达剧中，经常会出现剑桥被攻击，整艘船就停摆，甚至是直接爆炸的场面。那把剑桥其中以日本海军尤为突出，他们的剑桥在二战中那是出了名的高的，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随着火炮技术的不断发展，火炮的射程可是问题来了。既然高达能让驾驶员坐在全封闭的驾驶舱中，靠机体全身的摄像头来 AI 绘制身边的画面，那为何船舰不这样做呢？那硬要说的话就是摄像头终归是一种电子设备，在战场上容易被各种磁场或者 EMP 武器所影响。虽然高达剧中很少提到 EMP 武器如果是 MS 的话，还能直接打开驾驶舱进行观察。可如果船舰没有了剑桥，一旦摄像头受到影响，就直接抓瞎了。说白了，就相当于是一个保底机制，它能够最低限度的保证船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依然能够运行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感觉。而且高达剧中也经常出现可升降剑桥的设计，会根据战场需求选择是否隐蔽剑桥，也算是一种相对科学且折中的解决方案了。当然了，就算找不出这么多理由，其中的漏洞呢也还是有很多这毕竟是影视作品嘛，还是要服务于观众的，要有观赏性的。而且俗话说得好，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